就是说辉宝是有点心眼在身上的。宋爷爷晚上来接姐妹俩下班，开始时姐妹俩在滑梯上躺着，什么事儿也没有。瑞宝淡定地躺在小滑梯上吃着竹子，而辉宝则凑到了爷爷身边，礼貌地跟爷爷问好。这可爱的模样，宋爷爷很难不拿出手机给姐妹俩拍照。辉宝跟爷爷甜腻了一会儿，回来找姐姐，而瑞宝这里则是从始至终一直都在躺着啃竹子。下一秒，宋爷爷开始戴手套准备收熊了。辉宝看到了，立马从滑梯上滑下来，撒腿就往树上跑。宋爷爷眼看不行，立马紧跟其后。这时候要让辉宝爬上去，就很难再给辉宝抱下来了。宋爷爷给手机装起来，赶紧给辉宝抱了下来。宋爷爷本想给其重新放回小木床上，后来围着小木床转了一圈，又打算直接带着辉宝回家了。这下谁在说辉宝是不思考的莽夫，我跟谁急？辉宝这聪明的样子，几乎到了可以和福宝姐姐并列第一的水平了。这次辉宝只是动作慢了点，下次辉宝动作再快点，宋爷爷肯定追不上。小时候的福宝玩的则是游击，爷爷跑，福宝追，看到情况不妙，福宝掉头就跑。而随着江爷爷渐渐不在镜头前露面，现在参加节目的事情也都由宋爷爷出面了。今天有姨姨遇到宋爷爷，抱着竹子参加节目的录制。宋爷爷这是要逐渐接替江爷爷啊。不过前2天也有姨姨遇到了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收熊的样子，江爷爷状态看上去很不错。不过江爷爷向来对于自己的情绪都不会挂在脸上，江爷爷还尝试了一下自己怀抱2只，但是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姐妹俩现在加在一起已经快100多斤了，如果硬要将其抱起来，就有点为难这个快要退休的江老头了。不过看到江爷爷现在的这个状态，或许退居幕后这个行为对江爷爷来说是好的，可以为自己减轻很多的负担，这下也终于可以给工作和家庭兼顾了。宋爷爷怎么对瑞宝和辉宝是2种态度，先是宠溺的对着瑞宝说，瑞宝像福宝，甚至说瑞宝时声音都是夹着的。之后宋爷爷转头看到辉宝，对其整体打量了一番。宋爷爷对着辉宝说，你像你爸。너는 아빠 닮았을 거야. 넌 아빠 닮았어. 感觉从你像你爸这句话中听出了宋爷爷的嫌弃与无奈。众所周知，福宝是个褒义词，恶宝算是半褒。宋爷爷巴不得2只都像福宝。这周姐妹俩第一次吃竹笋，姐妹俩本能的知道该吃哪个部位。对于如何吃竹笋这一点，宝家向来都是不用教的，福宝小时候亦是如此。最开始时，这种小雪竹还是江爷爷偶然间拿给福宝的，当时福宝的反应让江爷爷感觉到福宝很是爱吃，于是江爷爷为了满足福宝，让福宝一次吃个够，找寻了爱宝乐园所有的林子。江爷爷在竹林里钻来钻去，基本在那个夏天，所见之处的雪竹竹笋都被江爷爷横扫光了。但当江爷爷看到福宝吃开心时，这些类便都不算什么了。而现在福宝姐姐走了，现在的雪竹轮到瑞宝和辉宝吃了，因为小雪竹比较小，而且量也小，要是给乐宝和爱宝吃还不够塞牙缝的，所以就让辉宝和瑞宝来解决了。宋爷爷这次还在节目中辟谣了，瑞宝和辉宝前几天不吃盘奶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瑞宝和辉宝的挑食，而是宋爷爷自己的失误。宋爷爷表示是自己把奶粉搞混了。 이전에 분유 한 통이 숨겨져 있었어요. 그걸 모르고 그 분유를 섞어서 만들어줬지 뭐예요. 그걸 아주 똑순이들이 기가 막히게 알고. 结果就是瑞宝和辉宝没有吃这奇奇怪怪口味的盆盆奶。瑞宝和辉宝表示，你就拿这糊弄财阀家公主的吗？小宋头还要不要干了？小心自己跟江爷爷告状。宋爷爷为此连连给瑞宝和辉宝道歉。之后，宋爷爷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棒棒糖做补偿。爱宝乐园有一只会说韩语的大象高斯克，大象饲养员最近向高斯克问福宝回国了，有没有想念福宝吃剩的竹子，顺便还问了一下高斯克，福宝在中国过得好不好。不愧是爱宝乐园，每一个动物身上都有着满满的综艺细胞。虽然高斯克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其实已经33岁了。宋爷爷表示，虽然大熊猫和饲养员现在比较受关注，但实际上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和饲养员也都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各自努力，甚至比自己对动物的付出还要多。宋爷爷没有刻意标榜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比别人要多，而是实事求是的讲述着别人的优点和付出。当时我国专家再去给爱宝接生时，宋爷爷也是毫不保留的对我国专家发出了从内心表示赞叹和敬佩。
그런 반해서 걱정이 저희가 하는데 반해서는 굉장히 좀 여유롭고 냉철하시고 그런 부분이었던 거 침착하셨어요. 그래서 더 이분을 믿어도 되겠구나 의지하게 되고 많이 따르게 됐던 것 같습니다. 이루지 못했겠구나 이런 생각이 들 정도로 큰 도움을 받았습니다.这次宋爷爷在节目中讲到，自己在动物园工作已经22年。宋爷爷表示，当时刚来动物园时，负责的是灵长类动物，也是除大熊猫以外饲养时间最长的动物。而且这次宋爷爷还在节目中官方认证了，江爷爷就是自己的主管。 예, 이제 송영관 사육사님은 이제 강철원 사육사님이 첫 사수라고. 네, 맞습니다. 예. 而且宋爷爷从刚来动物园时就跟着江爷爷，当时宋爷爷在照顾灵长类动物时，主管便是江爷爷，直到现在又一起来到了熊猫馆，一起共事。而且宋爷爷表示自己能来熊猫馆工作，还是江爷爷亲自跟院长推荐的。当时宋爷爷还是挺不愿意去的。宋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刚人工哺育了一只人猿幼崽，因为幼崽出生时身体状况很差。 所以，饲养员们决定进行人工哺育，而宋爷爷当时则作为第一责任人。当时宋爷爷可谓是对其注入了不亚于对福宝的感情。就在宋爷爷陪着人猿幼崽慢慢成长时，人猿幼崽的病情突然恶化了，而且恶化得很快。最后，人猿幼崽没有撑过去。当时园长为了让宋爷爷走出这个悲痛，鼓励宋爷爷换个环境，于是便去了熊猫馆。而宋爷爷后来才得知，当时其实是江爷爷推荐的自己。辉宝今天给宋爷爷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甚至都让爷爷对着自己竖起了大拇指，这个称赞，就连当年福宝都未曾达到过。今天下班点到了，宋爷爷跟窗外的游客们讲道：“今天的辉宝有点难摘，给书抱得太紧了，接下来的操作要让大家见笑了。”宋爷爷说完就爬上了树，但辉宝这脾气跟福宝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辉宝牢牢抱着树干，而宋爷爷因为辉宝抓着树干也不敢太用力，而且宋爷爷还要保证辉宝的安全。 爷孙俩就在树上僵持着，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但宋爷爷不仅身体上劳累，还要抵抗自己心理上的折磨。一个100多斤的成年人弄不过一只几十斤的小熊，这很尴尬。而更尴尬的则是瑞宝还在旁边人模人样的看热闹。瑞宝此时当起了吃瓜群众。此时的宋爷爷跟瑞宝相比，瑞宝的样子更像是人。宋爷爷跟辉宝僵持了5分钟，但宋爷爷却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置身事外的瑞宝看着爷爷和妹妹这模样。 表示这简直比看电影还有意思，而且瑞宝手里还有美味的竹子，一边看爷爷和妹妹给自己表演着节目，一边吃着竹子，这惬意的模样让姨姨们看了笑得肚子疼。而宋爷爷这里急得头顶都冒汗了，辉宝东挪挪西挪挪，就是不想下去，也不给爷爷抱的机会。就这样，宋爷爷最后以失败告终。宋爷爷一顿操作给自己整得也累了，宋爷爷回房间稍作休息，而辉宝则得意洋洋的 继续坐在小树上。一会儿，宋爷爷重新返回园区，给姐妹俩带来了盆盆奶。宋爷爷想看看能不能用盆盆奶吸引辉宝下来。宋爷爷先让瑞宝吃，打算让瑞宝馋馋辉宝。宋爷爷看着树上的辉宝，连连叹气，同时看着窗外围观的游客。宋爷爷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给辉宝竖起了大拇指。游客问宋爷爷是不是要下班了？宋爷爷点头表示是的，但是辉宝就是不想下来，无奈只能加班。辉宝这次 真是给宋爷爷彻彻底底的整服了。辉宝不愧是被叫做辉大王。宋爷爷表示，人最怕失去后的忏悔。宋爷爷在节目中讲到，自己母亲去世后，自己就常常感到后悔。 제가 그렇게 착한 아들이 아니었거든요. 근데 어머님을 보내고 나서도 이별을 하고 나서도 되게 후회하는 일들만 자꾸 생각이 나는데 而这个事情对于后来宋爷爷全心全意的照顾福宝是个很大的契机。宋爷爷在明白这个道理后，便立誓要全心全意的对福宝好，并称要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 내가 이 일을 계속 이 옷을 입고 있다면 진심으로 해야지. 就是从那时起，宋爷爷的心门打开了。每个人的情感经历是不一样的，而宋爷爷从福宝这里得到了救赎，让自己找到了作为饲养员的含义。而或许这也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后，对所做工作的热爱。之后，宋爷爷也开始用视频记录起了与福宝的点点滴滴。而宋爷爷现在的账号，在以前是江爷爷负责运营的。可以说，江爷爷没有像宋爷爷这样一直封闭着心门。对于江爷爷，虽然起初也是不想来熊猫世界，但当乐宝和爱宝一起向自己敞开心扉时，自己的心门便打开了。当时江爷爷用这个账号记录了许多关于爱宝和乐宝的日常生活。最开始配合江爷爷拍摄视频的还是隔壁小熊猫的奶爸，而此时的宋爷爷只想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可以了。直到2019年，宋爷爷的妈妈去世了，
紧接着福宝出生了，宋爷爷被福宝救赎后，开始渐渐地打开心门，之后便开始学着江爷爷拍摄自己与福宝的生活日常。而自此之后，宋爷爷对福宝完全是将其当孩子养，每天都像变魔法一样给福宝带来新奇的小玩具。虽然这些玩具都没有花1分钱，但是这些玩具每一个都透露着宋爷爷心意满满。而此时江爷爷便自己重新另起了一个账号，专门用来发福宝一家，准确的说应该是发福宝，顺带手拍了拍宝家其他成员。因为总体来说，江爷爷的账号福宝的出镜率能达到70%。就这样，宋爷爷在江爷爷身后紧紧跟随着，3年的时间，两人不仅给福宝饲养成了一只健康且阳光的大熊猫，同时还让福宝的人气成为了韩国顶流。而两个爷爷也恢复了对生活的期待。昨天福宝出外场的视频登上了韩国热搜，福宝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出了韩国饲养员以及韩国粉丝们的预期。看到福宝回国后生活和作息这般的健康与规律，这让宝家的粉丝都替福宝感到骄傲。盛熙阿姨还在最近的节目中表示，想过福宝回国后应该会适应得很好，但没想到会这么好。적응을너무잘했으면좋겠어라고하고갔지만공항에서너무적응을잘하는거예요福宝可真是一个不用令人过多担心的小熊，让人很是省心。福宝这适应能力，在归国大熊猫里完全可以排在前几名了。现在看来，爷爷们在回国前对福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甚至宋爷爷最近看过福宝适应的视频后，还表示看到自己之前流泪的视频，感觉有点丢人。不过相信宋爷爷当时的泪一定是真情流露的，是无法控制的。而爷爷们现在也渐渐走出了福宝的伤痛，现在更多的是在为福宝的适应而感到开心。而且根据江爷爷的表述，江爷爷会在6、7月份来中国看望福宝，而且现在韩国也有好几家旅游公司推出看望福宝专线。果然福宝的出生真的是一直在为两国人民创造幸福，而想必到时也一定会再给四川的经济推到一个新高度上。虽然福宝隔离完后要去往的基地还没有定住，但相信基地一定会综合各个方面为福宝进行考虑，为福宝选择一个安逸且舒适的环境，在推动我国经济的同时，也能让福宝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而且在中国，福宝也有许多的姨姨陪着，还有许多的保家狙击手时刻盯着福宝的生活状况，这种压迫感，相信基地在对照顾福宝上会更加的上心。不过在关心福宝的同时，也一定要去站在福宝的角度去思考。江爷爷曾在给学生们授课中讲过，真正的对动物好，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去思考，而是要站在动物的角度上去想问题，不然那样只会让人类自己感到心情愉悦，而相反在动物身上可能对其就是一种负担。到看到这几张图，我才明白为什么辉宝被叫做小狗辉，虽然是熊猫，但也可以扮演一只小狗。辉宝这热到吐舌头的样子确实有点狗里狗气的。当然辉宝也不只有憨憨小狗样，还有小奶狗的模样以及正太小狗的模样。现在的辉宝简直像是只百变小熊，在福宝小时候一举一动都会被怀疑是皮套下面有个小孩，而现在到了辉宝这里，皮套下面变成小狗了。而且不仅我国粉丝这么认为，辉宝的韩国粉丝们也一致这么认为。在有关辉宝的视频下面，辉宝纷纷被夸是可爱的小狗。就在所有大熊猫都在被夸是人里人气时，辉宝却因狗里狗气而出圈。不过这些名称只会让辉宝越来越可爱，甚至有视频证据证明辉宝还会狗叫。这天就在辉宝和爱宝玩耍时，激动的辉宝咬着妈妈来回拉拽，最后甚至发出了狗叫。姨姨们当时还愣了一下，以为是周围的游客带宠物进来了，但是看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小狗的存在。还有辉宝这喜欢伸舌头的样子，小奶狗的感觉爆棚。而且小狗辉最近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不过也可能是单纯对宋爷爷。宋爷爷连续2天想抱辉宝下树时，辉宝都很不给爷爷面子，但宋爷爷有了第一次爬上去抱辉宝的经历后，宋爷爷也不想再经历第2次，只能等辉宝玩够了自己下来。而且现在辉宝就连对盆盆奶都能忍住不被其诱惑，而宋爷爷因为辉宝不理自己，只能去找瑞宝玩。不过好在这次爱宝生了2只，要是1只的话，宋爷爷可能当场就给自闭了。现在好在还有瑞宝作伴，当辉宝不理自己时，自己还可以找瑞宝玩。被辉宝嫌弃的宋爷爷坐在小木床的扶手上反思着，是不是哪里惹到了辉宝。福宝走的劲儿还没过去，宋爷爷这下又要因为辉宝再一次碎掉了。由于辉宝一直不理宋爷爷，宋爷爷给瑞宝喂完奶后，将奶盆放下，然后便将瑞宝抱回了家。而在这个过程中，辉宝就只是在树上默默地看着，一点想下去的意思都没有。看着瑞宝在爷爷怀里这奶乎乎的样子，谁能想到几千年前他曾是征战沙场的灵骑石铁兽，这奶乎乎的样子让人看了都想人手一只。宋爷爷将瑞宝搂在怀里的模样尽显治愈感，
在这温暖治愈的氛围下，何谈悲伤和难过？说此时的瑞宝是个布娃娃也不为过。这还是源于宝家的基因强大。可以说，从最开始爱宝和乐宝的小时候，宝家成员就开始轮流治愈这两个爷爷和韩国的粉丝们。而且，因为他们每只熊的发光点还大不相同，所以粉丝们也不会感觉到审美疲劳。在江爷爷到中国接乐宝和爱宝去韩国时，此时治愈着江爷爷的是乐宝。乐宝的出现让江爷爷觉得大熊猫并不是那般不好接触，反而能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乐宝的自来熟一整个俘获了江爷爷的芳心。而将乐宝和爱宝接回国后，此时爱宝又开始治愈爷爷。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说过，爱宝的性格就像是一个女中豪杰，一旦和她建立了情感联系，那她永远都会信任你。再到福宝的出生，福宝平时虽然调皮不懂事儿，但是福宝每次到了关键时候，总能给人一种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当福宝独立时，以后爷爷们就不能随意去到福宝的房间陪福宝玩耍了，甚至在园区接触福宝的次数也要尽量减少到零。而这时被安慰的反而不是福宝，而是爷爷。福宝将手搭在爷爷肩上，让爷爷不用担心自己，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再到福宝回国时，不管是从早上的出发，还是中途在飞机上，福宝的状态始终都像是在安慰爷爷，让爷爷不用担心和难受，自己会好好生活的，而且自己也会把自己照顾好的。福宝总是会在关键时候会给予人一种神奇的安慰，同时往往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才最抚凡人心。这也是为什么福宝一直被中韩两国的粉丝称为是一只会带来幸福的熊猫。福宝走后，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治愈爷爷和姨姨们，而相信瑞宝和辉宝也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不知不觉中，瑞宝和辉宝已经出道100天了，而当时小老鼠般大小的姐妹俩已经出长成了。不过想必不少姨姨对姐妹俩还停留在轮流使用妈妈的时候吧，因为在那个时期是姐妹俩视频内容最多的时候，当时姐妹俩每一期的新视频都能看出又长大了一点。这透明是养熊，简直就像瑞宝和辉宝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身边一样。姐妹俩从一开始，爷爷一个人就能同时给其抱起来，慢慢的成了2个爷爷，一人一只。而在这个时期时，姐妹俩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姐妹俩不再轮流陪伴妈妈，爷爷们尝试将姐妹俩放在一起生活。爷爷们为避免爱宝产生排斥行为，将姐妹俩身上裹满了爱宝的青团。爱宝当时表示，奶爸这个操作有点多余，这让自己一时不知道给姐妹俩从哪儿下手。慢慢的，姐妹俩到了熊见熊烦的年纪，爱宝常常想给姐妹俩送走，让奶爸去带。而直到现在，姐妹俩已经来室外园区满100天了。这是宋爷爷统计的天数，爷爷们对姐妹俩的成长天数是最敏感的，总是想着找个日子庆祝一下。而最近园区的樱花开了，宋爷爷第一时间就给爱宝乐园的樱花折了，给姐妹俩带了过去。这是姐妹俩经历的第一个春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樱花的样子。江爷爷曾讲过，圈养大熊猫与野生大熊猫的不同，圈养大熊猫所看所闻的一切都是由饲养员决定的，所以大熊猫所能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便也都由饲养员决定。而2个爷爷同时都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每一个季节都会找一些或制造一些这个季节相应的事物带给宝家。从另一个角度去想，爷爷们这也是在帮他们感受季节的变化。而瑞宝和辉宝今年春天的第一个季节性事物就是爷爷带来的樱花，因为樱花是没有气味的，所以瑞宝和辉宝对其并不抗拒，但也谈不上喜欢。不过用来衬托姐妹俩的美还是不错的。而在姐妹俩在室外园区玩耍时，爱宝此时正在通道门口的通风口处睡觉，这个地方有着过堂风，让爱宝感觉很舒服。而想必再过不久，爱宝的大冰床就会返场了吧，到时候姐妹俩身上肯定每天都是脏兮兮的。而这周的乐宝也有在好好营业，最近爷爷给的竹子味道都不错，乐宝看起来很有食欲。乐宝这一边剥皮一边吃的样子，简直跟人类吃甘蔗时一模一样。来照顾福宝一家不只是有江爷爷、宋爷爷、盛熙阿姨，原来在镜头背后他们有一整个秩序化团队。宋爷爷今天在日记中分享了宝家团队的合照，只不过江爷爷今天休班不在，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美照。宋爷爷看着瑞宝的模样，表示瑞宝的鼻子和耳朵像妈妈，眼睛像爸爸，而这调皮的样子，宋爷爷表示这让自己想起了福宝。而辉宝则是鼻子和耳朵看起来像乐宝。对于眼睛，宋爷爷表示如果仔细看的话，辉宝和爱宝的眼瞳周围的白点看起来一模一样。另外，宋爷爷表示爱宝这周拥有着充足的闲暇时光，因为姐妹俩现在完全可以彼此陪伴，所以爱宝的自由时间变多了。不过有时姐妹俩实在太烦，爷爷们便将通道门打开，让爱宝来通道里休息一会儿。
因为通道口的过堂风很凉爽，爱宝趴在通道门口就睡着了，而宋爷爷则在鼓励着爱宝，表示爱宝这样已经做得很棒了。另外这周，宋爷爷还在草丛里发现了瑞宝和辉宝的亲团，由于画面过于美丽，给姨姨们放在评论区了，姨姨们选择性观看，而宋爷爷则拿棉花糖来打比喻，表示这个样子有点像被微波炉融化的棉花糖一样。而宋爷爷休息了2天后，今天以最饱满的情绪重新回到了园区。宋爷爷上班后，江爷爷又休息了，接下来2个爷爷可以正常轮流值班了，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2个爷爷的压力。瑞宝看爷爷站在一旁，主动走上前，不过瑞宝没有去黏着爷爷，而是躺在了独木桥上，侧着脑袋看着爷爷，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瑞宝这小心思，感觉以后欲擒故纵的手段会比福宝姐姐还要厉害。一会儿，不堪无聊的辉宝凑到了姐姐身边，辉宝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感受，一屁股就坐在了姐姐脸上。姐妹俩的性格简直是云泥之别。瑞宝沉稳的不像是一个还未满1岁的小熊。辉宝坐在瑞宝脸上后，瑞宝没有责怪妹妹，而是选择了把地方让给辉宝。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样子，嬉笑不得。而这时也到了下班点了，宋爷爷给姐妹俩分批次抱回家，并跟姨姨们示意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到看到江爷爷这36年来丰富的饲养员生活，我才明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工龄就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江爷爷曾在节目里说过，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里面骑马放羊，机缘巧合下当了饲养员。当然江爷爷没出名之前，人们对于动物饲养员这个工作并没有特别的待见。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年轻时负责打扫园区卫生，而这时有游客拿江爷爷给孩子做起了教导，对自己的孩子讲道，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这个打扫卫生的饲养员一样。当时江爷爷听了心里落差很大，虽然有些伤心，但是江爷爷表示，对于照顾动物这个工作自己是喜欢的，所以对于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的。从给园区打扫卫生到慢慢成为一名普通饲养员。而在当动物饲养员期间，江爷爷不仅照顾过大熊猫、动物园里的猴子、老虎、豹子等许多种动物，江爷爷都参与过照顾。除此之外，江爷爷还担任过引导员的工作，陪小朋友们喂食动物。想必江爷爷哄福宝的能力，就是因为之前经常照顾小朋友所锻炼来的吧。当时工作经历让江爷爷练就了一副好夹子音。江爷爷用夹子音跟小朋友交谈，小朋友一听一个不吱声，都老老实实的乖巧又听话，直接给游客们的情绪值拉满，出来玩都不用自己带孩子了。而在此工作期间，江爷爷还曾接待过当时韩国的顶流明星，江爷爷也算是老综艺人了。就是因为对工作的热爱，江爷爷在爱宝乐园一干就是30几年。或许园区在给江爷爷做工作调换时，江爷爷也都和当时被派去照顾大熊猫一样，先是拒绝，然后又变成了后来的真香，嘴上说着不想去，但却又用最饱满的情绪照顾新的动物朋友。虽然每次被调去照顾新动物的那一刻，心里对老朋友们的感情总是不舍的，但随着跟新朋友的慢慢熟悉，就又会对其产生感情。当时对于刚认识爱宝和乐宝时，想必江爷爷也是这样。而就是因为江爷爷的这种对动物们一直都是这种情感饱满的工作态度，所以在机会来临时伸手就给抓住了。而在照顾福宝期间，江爷爷优秀的工作表现不仅宝家的粉丝们看在眼里，江爷爷还不止一次的获得我国外交大使的赞扬和感谢。瑞宝看着许久不见的江爷爷，露出了甜甜的笑容。今天江爷爷的休假结束了，江爷爷从早上来到园区后，便立刻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刚换好工作服，身后就跟上了摄像团队。没人知道江爷爷现在有没有走出生离死别的伤痛，但江爷爷已经开始面带笑容的录制节目了。而同时江爷爷回来了，宋爷爷也可以休息了，毕竟宋爷爷这几天流的泪都快给这辈子的泪都流完了，江爷爷来了也可以接替一下宋爷爷了。江爷爷来到园区给姐妹俩收拾竹子时，瑞宝趴在小木床上痴痴望着这个许久不见的爷爷，小嘴不自觉地向上扬。瑞宝心想，自己最喜欢的爷爷终于回来了。江爷爷给爱宝准备好竹子和小零食后，先是来到树上看了看在树上熟睡的辉宝，然后下来又观察了一下瑞宝。看到姐妹俩这2天被宋爷爷照顾得不错，那就放心了。这次江爷爷重新营业，想必会有很多节目要来采访。而在江爷爷忙着处理这些事情时，盛熙阿姨来到了园区，帮忙收拾竹子，顺便看看姐妹俩。盛熙阿姨可以说是2个爷爷成功背后的付出者。当福宝离开的那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江爷爷和宋爷爷身上时，而其实一直在镜头背后默默无闻的盛熙阿姨也流下了泪来。大家都看到了江爷爷和宋爷爷在镜头前的付出，但不知道的是，盛熙阿姨在镜头后面为宝家付出了多少。除了宋爷爷和江爷爷以外，应该就属盛熙阿姨最伤心了吧。
平时圣熙阿姨在镜头前总是阳光开朗、大大咧咧的形象，没有人在意过圣熙阿姨会不会因为福宝离开而伤心。但当圣熙阿姨看着福宝离开的场景时，平时一向让人觉得大大咧咧的圣熙阿姨也忍不住的流下泪来。圣熙阿姨给爱宝的竹子收拾完后，宠溺的和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圣熙阿姨跟姐妹俩玩耍的样子，就像是幼儿园老师在给小朋友们上课一样，满满的青春气息。下一秒，辉宝过于激动了，扑向圣熙阿姨，结果脚下没踩稳，摔了下去。尴尬的辉宝立马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回到小滑梯上。圣熙阿姨让辉宝再跳一次，表示自己这次肯定能接住辉宝。聪明的辉宝一次就长记性了，根本不听圣熙阿姨的。而瑞宝从圣熙阿姨来就一直在呼呼大睡，圣熙阿姨便没有去打扰瑞宝做美梦。圣熙阿姨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抱着竹子离开，因为该给爱宝去开门了。没想到，原来宋爷爷年轻时的饲养员生活这么丰富。前几天看到有人考古出了江爷爷在动物园当引导员的视频，今天又看到了宋爷爷给游客们表演节目的视频。两个爷爷在动物园这个领域真是全能呀！只见宋爷爷手托鹦鹉，让其飞舞在观众之间。不仅如此，宋爷爷给小水獭指挥的也是有模有样的。宋爷爷这年轻时宛如一个社牛 ，cosplay 穿在身，丝毫不怯场，甚至还会引导金毛弹钢琴。宋爷爷这真是全身都是活儿。宋爷爷除了饲养大熊猫以外，最擅长的还是饲养灵长类动物，例如金丝猴、猩猩等。而宋爷爷手里的这只小猴子，从出生时就不断的遭到族群里其他猴子的欺负。宋爷爷一脸镇定的将其拿在手中，仔细检查着小猴子的身体状况。此时，小猴子的胳膊已经被猴群折断了。宋爷爷需要观察小猴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对其进行治疗。宋爷爷这从容淡定的神态，貌似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了。此时从宋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以后他会因为一只熊猫幼崽从树上掉下来，而自己没接住，懊恼了整整3年，甚至严重时期就连做梦都会在埋怨自己。这种感觉像是宋爷爷饲养大熊猫后降智了，虽然实际年龄变大了，但是心理年龄却越来越年轻，最后被公认为心理年龄只有3岁。宋爷爷小心翼翼地扶着小猴子，另外的饲养员负责为小猴子上药。小猴子似乎明白了饲养员们是在救他，为他疗伤，所以便不再挣扎。小猴子不敢看自己的伤口，于是转过头去，咬着牙强忍着疼痛，接受着饲养员的治疗。宋爷爷将头靠在小猴子的额头上，试图给予其鼓励，使其有安全感。宋爷爷用额头触碰小猴子的额头后，小猴子停止了哭泣。宋爷爷从年轻时对于小动物们就有在用心去照顾，所以现在饲养保家时，宋爷爷并不是在演，这更像是爱的接替。宋爷爷对于动物的爱没有过偏袒，只想把自己当下最好的状态和责任心给予自己现在所照顾的小动物。这也是宋爷爷为什么能得到游客和网友们认可的原因之一。江爷爷不再为每周的节目录制而烦恼后，心情明显变得愉快起来，放下手机，在园区一心一意的和瑞宝、辉宝玩耍，爷孙仨相互陪伴，相互治愈着。而现在的宋爷爷则是满脸的严肃与惆怅，就算姐妹俩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也很难再展示出开心的模样。亦或是福宝的离开让宋爷爷疯心了。有一表示，宋爷爷现在对姐妹俩完全不是当年对福宝那样的状态，亦或是不敢爱了，对爱的犹豫，毕竟3年后的分开是必然的。而想必宋爷爷此时在园区发呆的这个时刻，之前应该是给福宝放置竹子，亦或是为福宝打扫卫生的时间，而现在突然空闲了下来，这让宋爷爷不禁又想起了福宝。福宝对于宋爷爷而言，宋爷爷在节目中曾讲过，福宝是不一样的，而且宋爷爷总是讲到福宝教会自己很多，甚至感叹自己上辈子和福宝是多大的缘分，今生才以这种方式见面，并表示下辈子还想和福宝再次见面。다음 생이 또 있다면 어떤 모습이 됐든 또 만나서 사랑하고 인연을 맺어가고 싶은 그런 존재가 되지 않을까 그런 생각을 해봅니다. 与正处于深情和悲痛中的宋爷爷相比，江爷爷的状态看上去比宋爷爷轻松许多，似乎没有了之前那般压力。自从江爷爷说要暂停自己的节目后，江爷爷在网上的视频画面确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就连韩国的几大综艺节目，江爷爷也都很少露面了。江爷爷在自己流量最高的时候选择了退居2线，这一行为足以证明江爷爷对宝家的爱是单纯的。看来以后想要见到江爷爷，只能去爱宝乐园了。而对于心态这一点，宋爷爷还要向自己的前辈江爷爷多多学习啊，早日走出 emo 的状态，重新找回之前的宋3岁。江爷爷和宋爷爷以及圣熙阿姨之间有一个为宝家单独制定的白板，上面有着当日宝家的数据，例如今天的体温、青团的重量以及体重。当福宝离开的那天时，
福宝的数据被擦掉了。圣希阿姨发现福宝的名字被擦掉时，表示自己都不舍得福宝被擦掉，心想擦掉福宝名字的人真讨厌。于是圣希阿姨又给写上去了，但是没过多久又被擦掉了。圣希阿姨就这样反复写，然后被反复擦。圣希阿姨心想，这到底是谁这么讨厌？不过在这个板上还有另一个信息，那就是瑞宝和辉宝的体重。瑞宝体重 21.85 斤，而辉宝体重则达到了 26.08。姨姨们原本以为是辉宝只是骨架大，没想到辉宝就是胖，比姐姐足足胖了将近5斤。辉宝表示这可真是有点冒昧了。而圣希阿姨这次在节目中还分享了许多宝家之前没有公开过的故事，因为圣希阿姨上节目很少，所以在圣希阿姨这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没有分享出来。例如当时送福宝离开时，圣希阿姨也在。圣希阿姨和福宝一起去了机场，圣希阿姨表示当时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担心的，因为江爷爷会跟着，而且福宝的状态超乎想象的好。虽然机场周围的环境音很嘈杂，但福宝却一点也没受其影响，呼呼大睡着。 공항에서 너무 적응을 잘하는 거예요. 좀 시끌벅적한 데서 너무 잘 자더라고요. 보면서 약간 섭섭. 圣希阿姨或许是觉得以福宝这适应能力，回国后大概率会忘记自己在一起的3年时光。宋爷爷还和圣希阿姨分享福宝的最新状态，表示福宝回国后一切正常。江爷爷还会经常和我国饲养员聊天，而我国饲养员也会详细的给江爷爷反馈福宝的最新动态。江爷爷这中文水平和饲养员交流起来一点障碍也没有。虽然现在福宝已经离开了，但宋爷爷3句不离福宝，就算说瑞宝和辉宝时，也要常常提及福宝。宋爷爷在分别介绍瑞宝和辉宝性格时，就提到瑞宝和辉宝结合起来就是福宝，姐妹俩像是从福宝身上各提取了一部分出来。福宝对宋爷爷而言，怕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福宝的形象深深扎根在了宋爷爷的心里。瑞宝和辉宝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宋爷爷联想起福宝。